林远，少廢話！今天你要是拿不出8萬8彩禮，再加一輛嶄新的摩托，這婚立馬退。婶子，之前說好的是1萬彩禮。1萬？你打發叫花子呢？你爹癱在輪椅上，家裡還欠着要錢。我女兒嫁過去是當媳婦兒還是當護工？院子裡響起一陣低笑，我爹坐在輪椅上，手指緊緊抓着扶手。5年前，他在青蟒山塌方裡斷了脊梁，從那以後，林家就塌了。苏曼，這也是你的意思？林遠，我媽也是為我好。众人看到盒子裡的東西，瞬間安靜了一下，隨即就炸開了。馬老板家的公子來了！玉滿樓、切食鋪、收料場，馬家佔了半條街，這才叫排面。人家馬家是做翡翠生意的，隨便切一塊料都夠林遠跑幾年礦。林遠，男人沒錢就別耽誤女人。曼曼跟着你是住礦棚還是喝西北風？曼曼，走吧，我爸在玉滿樓等着。今天先把咱俩的事定了。拿回去，留着给你爹買药吧。林遠，以後見了曼曼，記得叫嫂子。村民荒唐大笑，我爹咳得直不起腰。我扶住他，抬頭看向那輛豐田越野。蘇曼，今天你坐上他的車，以後就算跪着回來，我林遠也不會再認你。我要翻身。訂婚當天，我被未婚妻蘇曼一家臨時加彩禮，當眾羞辱退婚。回到家後，我把我爹安頓好，給他倒了藥。遠子，是爹拖累你了，跟你沒關係。爹，青芒山西口那座廢礦還在掛牌嗎？你問那個幹什麼？那是死人坑，10幾年前塌過方，3個人埋在裡面，連屍骨都沒挖全。可你以前說過，青蟒不死，玉在斷腰。那是我喝多了胡說的。那礦馬四海都翻過好幾遍，連他都不要，你不能碰。青蟒山像一條蛇，蛇頭蛇尾這些年都被人挖爛了，只有溪口老坑卡在蛇腰。當年塌方後，那段礦壁被泥石封死，所有人都以為礦斷了。可我爹醉酒時說過，真正的老坑脈就在斷腰下面。我就拿着6000塊賭一次，那是你最後的錢。窮人的最後一點錢，留着救不了命，砸出去才可能砸開路。我爹看着我，嘴唇動了動，最後什麼都沒說。半個小時後，我去了鎮政府資產掛牌處，青蟒山西口老坑，塌過方，死過人，排水壞了，支架也爛了，鎮上打包6000塊處理。林遠，你確定要買這個？剛退婚受刺激了吧？那地方進去都危險，辦手續。我簽字，按手印，看着紅章落下去。不到傍晚，全鎮都知道了。林遠被蘇家推婚後瘋了。拿最後6000塊買下了全鎮最晦氣的廢礦。那天夜裡，我拎着一盞燈，住進廢礦旁邊的破工棚。我沒有睡，坐在工棚門口，看着那座被雜草和亂石堵住的礦洞，腦子裡反覆回想着我爹年輕時醉酒說過的話：青蟒不死，玉在斷腰。就在這時，暴雨砸下來，礦洞深處忽然傳來一聲悶響。不對，我猛地抓起礦燈，衝進雨裡，雨水打得人睜不開眼，礦洞口的雜草被衝倒一片。原本堵死的排水溝，竟然被山洪硬生生衝開了半截。我拿起鐵鍬，瘋了一樣往外扒泥，扒着扒着，鐵鍬忽然碰到一塊硬東西，聲音不對，這不是普通山石。我跪在泥水裡，用手一點點抹開表面的黃泥，礦燈照上去，那塊石頭露出一層灰黑色的皮殼，皮殼上有細細的松花，還有一條若隱若現的蟒帶。這是翡翠原石，而且不是新廠料，是老坑皮。我強迫自己冷靜，用鐵錘輕輕敲下拳頭大的一塊邊角，只見斷口處有一抹極淡的綠，在礦燈下閃了一下，就那麼一下，我就知道我賭對了。蘇曼、馬天寶、劉桂蘭，你們的好日子到頭了。那一晚，我沒有繼續往礦洞深處挖。翡翠這東西，最怕的不是沒貨，而是貨太好，而你太弱。我先把敲下來的邊角料塞進懷裡，又用碎石堵住排水溝，把露出來的灰黑石皮重新蓋上泥。最後，我把礦洞口偽裝成剛塌過方的樣子，不能讓馬四海知道。他要是知道這裡有老坑料，我連礦洞都守不住。天剛亮，我就回了家。只見我爹一夜沒睡，坐在輪椅上等我。你昨晚去哪兒了？爹，我找到了，給我看看。他用袖子擦掉表面的黃泥，只看了一眼，臉色就變了。松花壓蟒，
這是老坑皮，断口有綠。你没讓別人看見吧？沒有，這塊料不能在鎮上切，鎮上切食鋪，10家有8家吃馬大海的飯。我去縣城，要是真見綠，第一件事不是发財，是補手續，礦權、安全、稅、承包合同，能補的全補。我沒有去鎮上的切食鋪，而是坐最早一班班車去了縣城，找了一家最偏的老鋪子。掌刀的周師傅早年在國營玉雕廠幹過活，不愛說話，也不愛摻和鎮上的事兒。切料，開個窗，有點小，先開窗。砂輪一響，我的心也跟着懸了起來。只見石皮被一點點磨開。等等，周師傅的手卻忽然停住了。滿綠，玻璃種。店裡安靜的只剩機器餘響。小兄弟，你這料哪兒來的？祖上留的。祖上留的？我只問一句，能不能保密？老周，什麼料這麼綠？沒你的事兒，我都看見了。小兄弟，料子賣不賣？不賣。別急，我姓魏，省城做明料生意的。你這塊料不大，但種水夠老，色也正。30萬，我要了。30萬？昨天我還是连8萬8彩禮都拿不出的窮鬼，今天一塊拳頭大邊角料就有人出30萬，所以不能全賣，只賣1/3。1/3？切下來你拿走，剩下的我留着。你不缺錢，我缺，但我不傻。12萬買你1/3，6萬現金，6萬轉賬，夠謹慎。不謹慎的人守不住好東西。拿到12萬後，我沒有買車，也沒有回鎮上炫耀。我先去了律師事務所，那張6000塊買來的廢礦合同太粗，真要有人動歪心思，處處都是漏洞。你這個承包合同太簡單，礦權歸屬、安全責任、採植範圍全都要補。今天能辦多少辦多少，這麼急？很急。那就先補3樣：礦產承包補充協議、安全整改備案、經營主體登記。稅務呢？你還懂稅務？不懂，但我不想以後被人拿這個掐脖子。你比很多老板清醒。辦完手續，我又去了刀叔家。刀叔是我爹當年的老搭檔，青莽山哪塊石頭鬆，哪條老街坊險，他閉着眼都知道。你真買了溪口老坑？買了。哼，嫌命長。我想請你出山。我不下礦很多年了。這是工資單，而且你不用開採，只幫我看洞、加固、排水、封口。你哪來的錢？礦裡有貨。多大的貨？大到他們知道以後會睡不着。我只带2個人，越少越好。老梁懂支架，二奎懂排水，都是嘴嚴的人。但你記住，礦洞裡膽子大沒用，活着出來才叫本事。第2天一早，刀叔只帶了老梁和二奎上山。我們沒有掛牌開工，也沒有招人，只是悄悄把排水溝重新挖通，把塌方口先支起来。等到了那面礦壁前，刀叔扒開我蓋上的泥，刀叔礦燈往上一照，整個人愣住了。老天爺，看出什麼了？這不是一塊料，這是一條支脈。礦燈下，灰黑色皮殼沿着石壁往深處延伸。封洞，封洞，先加固，先辦完手續，先把人筛乾淨。這條礦脈不能讓任何外人知道。好，聽你的。我沒有急着挖，因為我很清楚，這座廢礦不是搖錢樹，它是一頭剛醒的猛獸。我如果拉不住韁繩，那第一個被吞掉的人就是我。確認廢礦裡是一條老坑支脈後，我沒有急着開挖，而是先去了縣城農機市場。12萬啟動資金必須花在刀刃上。小兄弟，這車以前跑礦山的，底盤硬，就是價格不便宜。多少錢？3萬8，少分不賣。3萬5，今天提車。你會開嗎？會不會開，錢說了算。行，3萬5。我買下皮卡，又訂了發電機、排水泵、鋼索、木樁和一批礦燈。最後，我讓苗木商送來2車果樹苗。你不是買礦嗎？怎麼還買樹？礦外面3畝荒地，總不能一直荒着。所有人都以為我買廢礦是瘋了，但我知道，想讓一個地方真正歸我，不只要有礦，還要有人、有路、有活幹。第2天下午，青莽鎮最熱鬧的時候，我開着皮卡回了鎮。那不是林遠嗎？他哪來的皮卡？後面還有設備車，這小子真要開礦。今天正好是蘇曼和馬天寶擺訂婚酒的日子，玉滿樓門口掛着紅綢，馬天寶故意把車停在最顯眼的位置，他想讓全鎮都知道蘇曼選他，
沒選錯。林遠，這車是你的？礦上的。礦上的？你那死人礦還真能变出錢來？不劳你操心。林遠，租輛破皮卡來我訂婚宴門口撑臉，有意思嗎？我沒有跟他吵，我只是打開車門，把一疊工資袋拿了出来。我讓刀叔提前把礦工都叫到了玉满楼门口。今天不是为了砸场子，而是为了招人。溪口老坑今天正式開工，下礦的1天80，管飯；加固支架的1天60，日結。1天80？縣城小工1天才30多吧？林遠，真日結。今天先预支3天。我干，我也干，我以前跟過你爹下礦。矿上做飯要人不？要，管20個人飯，1個月600。我去。剛才還圍着馬天寶看熱鬧的人，一下子全擠到了我面前。馬天寶臉上的笑也掛不住了。林遠，你什麼意思？招工，偏偏今天來招工。大路朝天，只准你擺酒，不准我用人。你少在這裝老闆，誰知道你這錢哪來的？放心，不是找你借的。林遠，你真的開礦了？跟你沒關係。他看我的眼神變了。3天前他看我是窮鬼，現在他開始看不懂我。林遠，你別得意，青蟒山的礦我爸都摸透了，你那個破老坑，早晚賠的褲衩都不剩。那你急什麼？一句話，正好戳在他的痛處。馬家做了這麼多年翡翠生意，當然不怕我賠錢，他們怕的是，連馬四海都看走眼的廢礦，真被我折騰出一點動靜。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跟誰說話。一個靠他爹撐門面的廢物。你找死！試試。刀叔年輕時在礦上扛過塌方，也在邊境跑過料。他往那兒一站，馬天豹那隻手就沒敢落下來。行，林遠，你有種。我有沒有中，以後慢慢看。刀叔，走。回到礦上後，設備全部卸下，排水泵接上，發電機轟響，第一批支架被抬進礦洞。溪口老坑荒了10幾年，第一次重新亮起了燈。今天你是故意的吧？是。不怕馬家盯上？遲早會盯上。與其躲着，不如讓他們先看見我有錢，但看不見我有多少貨。有點腦子。我今天只漏了皮卡、設備和工錢，沒漏礦。馬天胖會不服，劉桂蘭會眼紅，蘇曼會後悔，可馬四海只會更謹慎。不過這就夠了。蘇曼，你的訂婚宴很熱鬧，但從今天開始，青蟒鎮真正熱鬧的地方是我這座廢礦。我開皮卡進鎮的當天晚上，馬家堂屋的燈亮到後半夜。馬天寶白天丟了臉，回去就把火撒在蘇曼身上。你還看他？你是不是後悔了？我沒有。天寶，曼曼哪敢啊？林遠就是租車撐面子。租車撐面子，能當眾預支工錢？他買設備、招礦工，還補了手續。這不像瘋子，像是真有底氣。爸，那破礦你不是看過嗎？我看過，不代表我看透了。馬四海能在青蟒鎮吃下大半個翡翠生意，靠的不是他兒子那點橫勁兒，而是他足夠貪，也足夠謹慎。林遠，年輕人有衝勁兒是好事。馬老闆有事兒，這溪口老坑荒了這麼多年，你能接下來，也算幫鎮上解決麻煩。我出20萬，你把礦轉給我。20萬不少了，你6000買的，轉手賺30多倍。不賣。嫌少，不是錢的問題。50萬，還是不賣。林遠，青蟒鎮的礦不是有合同就能開，山路、設備、工人、切石鋪、銷路，哪一樣你繞得開我？那就試試。林遠，你別給臉不要臉！在礦口吵架，不吉利。刀老三，你也跟着他胡鬧？我拿工錢幹活，不算胡鬧。哼，行，年輕人，路還長。他走的時候，臉上還帶着笑。可我知道，從這一刻起，馬家不會再跟我講價了，他們要動手了。我沒有等馬四喜出招，當天晚上，我讓刀叔把新買的幾盞礦燈撤到明面，又把真正值錢的設備全搬進工棚後面的暗棚。然後我在山路口和礦洞外
悄悄埋了2台舊錄像機。你確定他們今晚會來？馬天寶咽不下這口氣，馬思海也想試我的底。後半夜，5個混混摸上了山，他們砸了礦燈，剪了電線，又往排水泵裡灌沙子。快點，砸完就走。這破礦還真有人守。別動，就讓他們砸。砸。幾盞礦燈不值錢，但他們砸東西的畫面值錢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沒去找馬家，而直接把錄像帶送到了鎮安全辦。不到1個小時，鎮上的人就都知道了，溪口老坑昨晚被人砸了。損失多少？明面損失不大，但這是安全事故隱患。你懷疑誰？我不懷疑，我只看證據。馬天跑趕到礦口時，臉色比昨晚的山路還黑。你什麼意思？你懷疑我？我說你了嗎？你少裝！你這麼激動幹什麼？這不是此地無銀300兩嗎？昨晚剛砸，今天他就跳出來。我沒有指名道姓，但馬天寶自己跳出来，比我說什麼都管用。事情鬧大後，鎮裡把我和馬四海都叫去了會議室。馬四海還是那副笑臉，只是眼底沒了溫度。溪口老坑剛開工就出事，影響很壞。領導，我也聽說了，林遠年輕，得罪人多也正常。馬老板這話說的，好像知道是誰幹的。我只是提醒你，做人別太衝。現在講證據，證據我有，手續我也有。我把補充協議、安全整改備案、經營主體登記、稅務申請一份一份擺在桌上，又把錄像帶和損壞設備清單放在最上面。手續確實補得很全。馬老板，你之前說溪口老坑不合規，我也是聽人說的。聽誰說的？我看向馬四海，馬四海並沒有接話，這就是我先補手續的原因。馬四海想用規矩壓我，那我就先把規矩堵死。從會議室出來後，馬四海第一次沒有笑。林遠，你比我想的難纏。馬老板過獎。我最後問你一次，礦賣不賣？不賣。哼，那你就守好了。青蟒鎮的路比你想的窄，你等着。當天夜裡，我站在礦口，看着工人重新接線、修碰、加固支架。馬四海的第一刀被我擋回去了，但我知道這只是試探。今天算贏了？不算，算告訴馬四海一件事兒。什麼事兒？我不是他隨手能捏死的人。我坐礦口，看着礦燈重新亮起來，照進黑漆漆的巷道，心裡明白，那條老坑支脈還藏在深處，真正的第一刀還沒切下來。馬四海被我擋了一次，表面安靜了3天。第4天，青蟒鎮1年1度的原石交易會開場。我知道他一定會在這裡動手，因為在翡翠行裡，想毀掉一個剛冒頭的人，最快的辦法不是砸礦，而是讓他當眾毒垮。林遠，你不是開礦了嗎？敢不敢下場玩2塊？你想看我輸？我想看你有沒有真本事。有幾個臭錢就裝老板，賭石可不是買廢礦。馬四海給我準備了一塊料，皮殼油亮，蟒帶明顯，窗口還擦出一點綠。老坑水石起拍價12萬，放在普通人眼裡，這是塊能大漲的好料。这皮殼漂亮，有蟒有松花，窗口還見綠，機會不小。怎麼不敢？哼！他越想讓我買，我越知道這塊料有問題。這塊石頭的綠太浮，蟒帶也太假，別碰，像是有人專門做出來給我看的。我知道，林遠，年輕人膽子要大一點。你連死人礦都敢買，一塊料不敢賭？馬老板這麼看好，自己怎麼不買？對呀，馬老板怎麼不出手？他可是行家。馬四還想把我推上桌，可我偏不坐他給我擺好的位置。我轉身去了角落的廢料區，那裡堆的都是別人挑剩下的石頭，皮殼髒，裂多，沒人願意多看一眼。可我從小跟着我爹看礦，知道有些料雖然醜，但是
卻是好料子。這塊別看了，放了2年都沒人要。多少錢？你真要？開價8萬。8萬買這塊爛石頭？林遠真是賭瘋了。你眼光真好，专挑没人要的廢料。廢礦配廢石，正好。這塊裂太多，裂在皮上，不一定進肉。你有把握？沒有10成，但比馬四海那塊強。我手裡的現金不多，但我還有現成那塊沒有賣完的玻璃種邊料。早上來之前，我已經讓魏長青給我墊了10萬短款。8萬，我要了。今天這一刀，我賭得起。怎麼切？從中間切啊！一刀见生死。对，中间切。不能中切，裂可能会炸。先擦皮，从這條細邊走。懂行。垮了，垮了！8萬塊打水漂嘍！我沒有理會他們，而是讓師傅繼續切。第4層切下一點時，切時師傅忽然停下了。等等，出綠了！這麼點綠有什麼用？繼續擦，不切。冰種楊綠还没裂進去，這料能出鐲子？不可能，這種廢料怎麼會出楊綠？你看不懂，不代表沒有。小兄弟，200萬我要了！230萬，280萬，現金轉賬都行。8萬捐280萬，這不是發財了，這是翻天了！280萬！林遠，這塊料不賣，不賣，我要自己開廠用。這句話一出口，馬四海的臉徹底沉了，因為他聽懂了，我不只是想挖礦，我還想加工，想做成品，想把手伸進他馬家的飯碗裡。林遠，你今天很風光，運氣好，1次是運氣，2次就未必了。馬老闆想說什麼？你那座礦，我現在出100萬，不賣。100萬已經夠你這種人花一輩子。我這種人胃口比較大，胃口太大會撐死。我帶着那塊冰狀楊綠離開交易場，身後是馬四海壓不住的殺意。從今天起，我和馬家不再是小打小鬧，而是徹底撕破臉。賭石大會之後，溪口老坑徹底熱鬧起來。有人說我運氣逆天，有人說我真懂石頭，也有人開始懷疑那座被馬四海看不上的廢礦可能真的藏着東西。所以我沒有再低調，我把招來的工人分成3隊，1隊加固，1隊排水，1隊守礦。至於真正的老坑支脈，只有我、刀叔、老梁和二奎知道。馬家這幾天太安靜了，安靜才危險。那你還擴工？人少守不住礦，人多藏不住秘密，所以我只讓他們看見該看的。明面上的工人越多，馬家越不敢隨便動手，暗處的礦脈越深，我越不能急着掀開底牌。跟我這邊越忙越不同，馬家的日子開始不好過了。馬天寶在賭石大會上丟了臉，又聽說我那塊冰種楊綠有人出到300萬，整個人像吃了火藥。還敢提他？我沒有。你看他的眼神，當我瞎？天寶，媽媽就是嚇着了，她哪敢想林遠？不敢。這鐲子是我買的，衣服是我買的，連你媽吃的飯都是我馬家的。你別這樣，滾回你娘家去！我告訴你，你和你媽要想繼續過好日子，就讓林遠把那塊楊綠料賣給我爸。當天傍晚，蘇曼被趕回了娘家。劉桂梅一開始還罵她沒用，可聽到馬家的意思後，眼珠子立刻亮了。媽媽，這事兒能辦。媽，林遠不會幫我的。你懂什麼？他以前對你多好，全鎮誰不知道？他現在還沒娶媳婦兒，心裡肯定還惦記你。他已經說過不會再認我。哼，男人嘴硬而已。你去哭一哭，服個軟，就說當初是我逼你的。可當初上車的人是我，那又怎麼樣？他要是真有本事，就該大度一點。第二天上午，蘇曼和劉桂蘭來了礦上。那時候我正給工人發第一批工錢，一沓沓錢擺在木桌上，礦工排着隊簽字按手印。林老闆，數對了。下一個。林遠啊，有事？婶子以前說話重了點，你別往心裡去。我記性不好，但羞辱這種事兒一般忘不了。你看你現在都是老闆了，怎麼還跟婶子計較？
林遠，我过得不好。看得出来。他变了，他天天骂我，还让我回来求你。求我什么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你那块洋绿料卖给马老板，一家人嘛，价格好商量。一家人？退婚那天，你把我的钱砸在我胸口的时候，我們是一家人嗎？他坐馬房奶車的時候，我們是一家人嗎？你們讓我拿錢給我爹買藥的時候，我們是一家人嗎？林遠，我知道錯了。你錯的不是不要我，你錯的是以為我會永遠窮下去。林遠，你不能這麼絕情。蘇曼跟你好歹差點成親，你現在這麼有錢，幫一下怎麼了？我有錢，是我從死人礦裡拿命換的，不是給你們王家不對，是給你們蘇家回頭撿便宜的。你洋綠料不賣給馬家，那你給曼曼安排個輕鬆活總行吧？媽，閉嘴！礦上確實缺人，我就知道你心裡還有曼曼。分揀碎石，1個月600，包飯。願意幹去找賬房登記，不願意幹現在下山。你讓曼曼撿石頭？我這裡不養閒人，更不養前未婚妻。林遠，你真的一點情分都不念？情分在你上車那天就斷了。他站在那裡，眼淚一顆一顆往下掉，可我心裡沒有半點痛快，只有一種遲來的安靜。有些門關上了就不該再開。料子呢？林遠不肯賣。那馬少說了，蘇曼也不用回馬家了。他真這麼說？哼，馬少還說沒用的女人馬家不養。那一天，蘇曼第一次真正明白，他以為自己上的是富貴車，其實是把自己送進了別人的籠子。真不幫？不幫。她畢竟差點嫁給你，所以我沒把她趕下山，我給了她一個能靠自己吃飯的位置。她沒接，那就是她自己的事。遠處的鎮子燈火亮着，我知道馬天寶不會放過這口氣，馬四海也不會放棄那塊冰種洋綠，但我不急，因為真正能讓他們崩潰的不是那塊料，而是還藏在青木山腹裡的整條支脈。你真捨得切？捨不得也得切。這塊料如果整塊賣，現在至少300萬，300萬買不來渠道，但一批青蟒翠的手鐲和牌子可以。你胃口比我想的大。魏長青從省城帶來3位玉雕師傅，又墊了一筆加工款。我用那塊洋綠料開出12副手鐲，30多塊吊墜牌子，還有一批戒面。第一批成品上櫃那天，我親手給他們取了名字：青蟒翠。名字夠兇。從死人礦裡爬出來的東西，就該兇一點。青蟒翠上市不到3天，消息就傳到了省城。最先坐不住的不是馬四海，而是省城玉石協會副會長白玉堂珠寶的幕後老闆白敬山。他長着省城7成高端翡翠櫃台，也長着大半個原石銷路。青蟒翠，老闆，貨是魏長青帶進去的，料子確實好。聽說礦在青蟒鎮溪口老坑，之前馬四海都沒看上。馬四海看不上的東西，不代表沒有價值。要不要讓馬四海處理？馬四海已經壓不住了，請林遠來省城喝茶。3天後，我去了省城，一位前輩提醒我，白敬山這個人笑得越溫和，刀子越快。我說沒關係，我來省城本來就不是交朋友的。林老闆年輕有為。白會長客氣。青蟒翠的料子不錯，牌子也有點意思。我出500萬收你的礦和青蟒翠商標。500萬，對你來說不少了。拿了錢，在縣城買幾套房，安安穩穩過一輩子。如果我不賣呢？林老闆，礦是你的，但市場不是你的。沒有櫃台，沒有展會，沒有協會背書，你的翡翠再好，也只能堆在山溝裡。白會長，這是收購還是威脅？看你怎麼理解。那我也說清楚，青蟒翠不賣，溪口老坑也不賣。年輕人，骨頭硬是好事，但太硬容易斷。那就碰碰看。白敬山的動作比我想的還快。第2天，青蟒翠原本定好的省城珠寶展位被取消了。老闆，不好意思，展位調整。合同都簽了，你現在說調整？魏老闆，你別為難我。誰的意思？協會那邊的意見。林老闆，不好意思，之前談好的3家櫃台，我們這邊暫時上不了青蟒翠的貨了。原因？上面打過招呼，我們也沒辦法。魏老闆，
青蟒翠那批貨我们车队接不了。昨天不是说好了？真接不了，省城几家大客户都放话了，谁碰青蟒翠，谁以后就别跑珠宝线。林老板，你之前申请的矿山设备贷款审批暂时暂停。材料有问题？材料没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这是上面的风控意见。白敬山出手了，看出来了，要不要先低头缓一缓？低头一次，以後就只能跪着做生意。我連夜回了青蟒山，賬本擺在桌上，每一頁都像刀子。加工款要付，工人工錢要發，設備尾款也快到期。白敬山掐的不是我的喉嚨，而是整個青蟒翠的現金流。林老板，照這樣下去，最多撐20天。要不那塊洋綠料再賣幾件，先把工錢保住。你怎麼說？工資照發，1天不拖。可錢從哪兒來？從礦裡來。你要動那條支脈，不是整條，動青蟒眼。青蟒眼，那地方最險。你爹當年出事就在那一段，所以這次更要穩。白敬山以為封住渠道，我就只能回頭求他。他不知道，我真正的底牌從來不是那塊冰種洋綠，而是還睡在青芒山腹裡的老坑主脈。接下來3天，我們只幹一件事兒，加固青蟒眼。老梁，你一寸一寸檢查支架。二奎，你把積水抽乾。刀叔，你親自盯着每一次落錘。我沒有讓新工人靠近那段航道，知道秘密的人還是只有我們4個。再往前半米，就到你爹當年標的位置了。開！有綠，這水頭，那一線綠比我見過的所有料都深，夠綠，也更讓我欣喜。青蟒眼，你終於露頭了。停手！不挖，不在這裡切，我要讓他在省城所有人面前開。當天夜裡，我給魏長青打了電話。你還有底牌？有。什麼級別？能讓白敬山睡不着的級別。省城下個月有公盤，我要斬魏。白敬山剛封了你，那就不走他的協會斬魏，咱們走外商通道。你要把事情鬧大。他不是說市場不是我的嗎？那我就讓整個省城看看市場到底認誰。白敬山的封殺把青蟒翠逼到了懸崖邊，可他沒想到懸崖下面不是死路，是青蟒真正睜眼的地方。再往裡半尺，就是青蟒眼。這一錘下去，要是石壁鬆了，整段港道都得塌。先補橫梁，水已經抽乾了。這一晚，我們沒有急着發財，一根支架，一道鋼索，一寸一寸往前推。洞裡賭的不是膽子，是命。有綠。這不是普通洋綠。繼續擴，不切肉。3個小時後，一塊300多斤的巨型原石被我們從青蟒眼的位置完整抬了出來。皮殼灰黑，表面帶裂，看起來醜得像一塊廢鐵。可只有我知道，裂紋下面壓着的是能撬開省城市場的一刀。第2天一早，魏長青帶車上山，我沒有讓任何新工人靠近，也沒有告訴他們車裡裝的是什麼。就這塊，就這塊。外皮太難看了，裂也多。白敬山的人一看，肯定會唱衰。我要的就是他們唱衰。你確定你們能撐住？能。路上小心，馬家未必不會動手。所以我們走省道，繞遠100多里。繞遠總比被人堵在山路上強。這塊石頭不能在半路出事，它不是貨，這是青蟒翠反身的刀。這皮殼太髒了，裂成這樣還敢上公盤？林老闆，這就是你的底牌。白會長覺得怎麼樣？哼，不怎麼樣。皮鬆、裂亂、腫嫩，這樣的料放在廢物區都沒人要。林老闆，公盤不是鄉下交易會。你現在回頭還來得及。我為什麼要回頭？你要是在這裡切垮，青蟒翠就徹底完了。那正好，讓大家一起看清楚。就現在切。白敬山想讓我當眾垮，我也想讓他當眾閉嘴。怎麼開？這麼多裂，建議中切，一刀痛快。他是想毀料，不開大刀，先從右側裂邊擦窗。懂行。第1層皮殼擦掉，還是灰；第2層擦下去，裂紋更明顯。垮相太重。哎，青蟒翠這次懸了。林老闆，
现在停還能留點臉面，繼續。等等，只見清水衝過窗口，一線濃綠從石皮下透出來，出綠了，一點色根而已。擴大窗口，這一次沒人笑了，窗口越擦越大，綠色越來越濃。燈光打上去，那片綠像活水一樣從石頭裡湧出來。玻璃中，帝王綠，這水頭絕了！裂沒進去，肉很乾淨。這塊料我出2000萬，2500萬。不急，白敬山的臉色終於變了。剛才他說這是廢料，現在全省最有錢的玉莊都在搶。遠，你運氣不錯。白會長說錯了，一次是運氣，2次就是眼力了，3次就是實力。頓時，周圍議論聲響起，玉商們紛紛出價，3000萬，3500萬，4000萬，價格一路往上跳，最後停在6800萬。這已經不是一塊料的價格，這是青蟒翠重新進省城的門票。林先生，我們願意6800萬整塊買斷，這個價很漂亮。不整賣，不賣，只出讓一半名料權益，另一半由青蟒翠自流加工。你要自己做品牌，青蟒翠要進省城，也要進全國。年輕人胃口太大了。白會長不是說市場不是我的嗎？現在市場在敲我的門，可以合作。那一刻，白敬山封掉的櫃台、展位、物流、貸款，全都成了笑話。誰有貨，誰就有路。簽完合作協議，我走出公盤，白敬山在門口等我。林遠，你以為1塊帝王綠就能進省城？不是1塊，什麼意思？青蟒山不止1塊。我沒有多說，因為有些話說一半，比說完更嚇人。你這是正式跟他宣戰了？不是我宣戰，是他擋了我的路。那天晚上，青蟒眼帝王綠震動省城，青蟒翠3個字第一次壓過白敬山的名字，傳遍整個玉石圈。而我知道，真正的反殺才剛剛開始。帝王綠公盤之後，青蟒翠的局面一夜翻了過來。之前撤櫃台的商場經理主動打來電話，之前不接單的物流老闆連夜派車等在酒店樓下，縣裡暫停貸款的銀行經理也親自趕到省城。林老闆，之前審批暫停是系統流程問題，現在流程通了，額度還能往上提。林老闆，以後青蟒翠的貨我們車隊優先發。昨天不是還說誰碰青蟒翠誰就別跑珠寶線？魏老闆，誤會，都是誤會。接下來3天，我用帝王綠合作款做了3件事：第一，買下省城2家小型珠寶櫃台；第二，入股1家冷門但乾淨的安保運輸公司；第三，聘請律師和會計，徹查馬四海這些年在青蟒鎮的礦石賬。馬四海的問題不少，低價收料，高價轉賣，中間還有大量現金賬，這些東西能扳倒他？單靠這些不夠，那就找能讓他開口的人。誰？馬天豹。馬四海再老辣，也有一個最大的破綻，就是他那個只會惹事的兒子。馬天豹這幾天快瘋了，蘇曼不敢回馬家，馬四海罵他廢物，鎮上的人也都在傳，林遠一塊石頭賣出幾千萬。憑什麼？他一個窮鬼憑什麼壓我一頭？馬少，白會長那邊催了。催什麼？催馬老板把溪口老坑的底細查清楚。這事兒不用你管。爸，你就這麼看着林遠騎到我們頭上？你現在少說2句，就是幫我。我不是廢物。你要不是廢物，蘇曼會去礦上丟人。有些人不用推，只要給他一點火，他自己就會炸。第2天，我讓人給馬天寶遞了一句話，想知道你爹為什麼不讓你管賬，就來後巷見我。你少裝神弄鬼！你爹把你當繼承人嗎？馬家的東西早晚是我的。那你看看這個，那是馬家暗賬裡的一頁，上面清楚寫着，馬四海早就把最值錢的倉庫和3家鋪面轉到了一個私生子名下。這不可能！你可以回去問他，不過你問完，他還會不會讓你活着管賬，就不好說了。你想讓我幹什麼？不想幹什麼，我只想知道馬家真正的賬本在哪兒。你以為我會幫你？不幫也行，反正被賣掉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白路長放心，溪口老坑的事兒我會處理乾淨。
这是什么？誰給你的？你真有私生子？混賬東西！你把鋪子都給他了，那我算什麼？你算個廢物！這一聲廢物比我說100句都有用。那天晚上，馬家書房吵到後半夜，第二天一早，一本案賬和3卷錄音帶被人放在了青莽翠辦公室門口。這東西很重，私採礦石、現金洗賬、強迫礦工低價賣料，還有走私邊境玉石的記錄。這裡面是什麼？馬四海和白敬山談貨源的錄音。如果屬實，馬四海跑不了，白敬山也脫不了干係。你早就算到馬天寶會交賬，我只知道，他這種人最怕沒面子。比起我，他更恨他爹不把他當人。扳倒馬四海不能只靠打架，扳倒白敬山也不能只靠一塊帝王綠。要讓他們倒，就得讓他們自己留下的髒東西見光。我沒有把賬本直接扔到街上，那樣只會給馬四海毀證據的機會。我讓律師帶着材料，直接交到了縣裡聯合調查組。這些資料來源可靠嗎？我們只負責提交線索，真實性可以依法核查。我只有一個要求。什麼？保護礦工證人。馬四海這些年壓榨的不只是我，還有那些被他低價吃料、欠薪、威脅的礦工。只要你們願意查，青莽鎮會有很多人開口。3天後，調查組動手，馬家倉庫、賭石鋪、運輸隊同時被查。誰讓你們查的？我認識你們領導。馬四海，你涉嫌非法採礦、強迫交易和走私玉石，請配合調查。馬家真出事兒了，早該查了，他們壓了我們多少年？馬四海被帶走那一刻，還在找馬天寶，可馬天寶沒敢看他。一個靠恐懼撐起來的家，倒的時候，沒人會伸手扶。馬四海一倒，白敬山也坐不住了，他派人約我見面。林遠，馬四海的事兒到此為止。憑什麼？省城3家櫃台，我讓給你；物流線，我也不再攔。大家各退一步。白會長，路被你堵過一次，我就不會再走第2次。你想趕盡殺絕？我只是把你們做過的事交給該看的人看。年輕人，做人留一線。你封下青芒翠的時候沒給我留過線，我走出白玉堂的時候，省城媒體已經開始報道馬家案。順着馬四海的賬，白敬山再也摘不精。1周後，馬四海被正式調查，馬家鋪面全部查封，白敬山辭去玉石協會副會長，白玉堂珠寶的櫃台被多家商場暫停合作，鎮壓在礦工頭上的那座山塌了。林老闆，馬家真倒了，以後沒人壓價收我們的料了。這回算贏了，贏了一半，還有一半。馬家倒了，白敬山傷了，但青莽翠要真正站穩，還得有自己的廠、自己的店、自己的路。我抬頭看向青莽山，風從礦洞裡吹出來，帶着一股潮濕的泥土味兒，提醒着我是從這裡爬出來的，也必須帶着這裡的人一起走出去。林老闆，這個位置是我們商場最好的珠寶櫃台，租金比之前低了2成。青莽翠現在是省城招牌，我們也想合作長久一點。昨天他們還說沒位置，昨天他們看白敬山臉色，今天他們看貨。林老闆，青莽翠一夜爆紅，您覺得靠的是運氣嗎？運氣讓我買下廢礦，但能不能守住它，靠的不是運氣。那一天，青莽翠第1家省城旗艦櫃開業，12副洋綠手鐲當天售空，帝王綠牌子剛掛出來，就被3個外地老闆搶着預定。從這一刻開始，青莽翠不再是青莽鎮的土牌子，它真正進了省城。省城櫃台開穩後，我回了青蒙鎮，第一件事不是擴礦，而是成立青蒙翠礦業合作社。礦工入股，村民土地入股，年底按比例分紅。對，林老闆，我們就是下苦力的，也能分紅。以前你們給馬四海外命，只拿1天幾十塊，以後你們給自己幹，工資照發，年底還能分紅。那我們山腳那幾畝荒地也能入股？能。我很清楚，一個礦想長久，不是靠我一個人發財，而是讓這座鎮子的人都跟他綁在一起。
你這是把利潤往外分。錢一個人掙不完，但路一個人也修不通。第二件事兒是把溪口老坑徹底整頓化，舊支架全部拆掉，重新打鋼梁，排水溝擴成水泥槽，礦洞口裝上安檢棚，每個下礦的人都要登記。這回塌不了，大雨也能排出去，比當年正規多了。從今天起，沒有安全員簽字，誰也不准下洞。林老板，這規矩可嚴。規矩嚴，人才活得久。我爹就是被不講規矩的礦洞吞掉半條命，這種事不能再發生第二次。第三件事兒是建廠。以前青茻鎮只會賣原石，最後的利潤全被省城加工商拿走。現在我要把切料、設計、雕刻、銷售全留在青茻鎮。你這攤子鋪得夠大，不大不行，只挖礦，青茻鎮永遠是礦工鎮。會雕刻，會設計，會做品牌，這裡才有以後。林老板，這廠建起來能解決多少人就業？第一期200人，礦工家屬優先，年輕人免費培訓。開工那天，我爹也來了，他坐在輪椅上，看着廠房，一句話沒說，只是紅了眼眶。遠子，你真把礦做起來了？才剛開始。林家這口氣算是讓你撐起來了。你恨蘇曼嗎？不恨了。不恨？恨一個人，也是在給他留位置。我現在沒那個空，忙着賺錢呢。這樣好。半年後，青茻鎮變了，坑坑洼洼的山路修成了水泥路，廢棄礦棚改成了工人宿舍。鎮上的年輕人不再只想着去外地打工，他們開始學切料，學雕刻，學怎麼把一塊石頭變成商品。現在還叫廢礦嗎？沒人敢這麼叫了。你小子當初6000塊買下來，誰能想到有今天？我也沒想到這麼快。接下來呢？建學校。學校？礦能養1代人，讀書才能改幾代人的命。那年除夕，縣城下了很大的雪，我是在很久以後才听人說起蘇曼的消息。馬四海被查後，馬家徹底散了。馬天寶因為參與非法交易和暴力威脅，被判了10年。蘇曼沒有拿到馬家1分錢，回了娘家，又被劉桂蘭罵他沒用。不到1年，他就從那個穿紅裙子的鎮花，變成了在縣城小飯館洗碗的女人。接下來頒發的是年度青年企業家獎，獲獎者是青茻翠珠寶創始人林遠先生。這個林遠是不是青茻鎮那個？对，聽說以前窮得被退婚，後來買了座廢礦翻身了。林先生，您覺得自己今天的成功靠的是什麼？很多人說我命好，買廢礦買出了翡翠，但我更願意相信，命這種東西不是等來的，是被逼到絕路時自己一錘一錘砸出來的。林遠，大年初1，我回了青茻鎮，車隊剛進鎮口，村民和礦工家屬就圍了上來。林老板回來啦！今年分紅多虧你呀！林叔叔新年好！遠子，你看這條路，當年坑坑洼洼的泥路已經修成了水泥路，路兩邊是新建的工人宿舍、玉雕培訓班和青茻翠加工廠。曾經靠黑礦吃飯的小鎮，終於有了乾淨的活路。我沒有在鎮上給自己蓋豪宅，我把第一筆真正寬裕的錢投進了學校。青茻希望小學明年春天就能開學，你真捨得。我吃過沒讀書的虧，礦能讓人有飯吃，書才能讓人有路走。你娘要是看見，肯定高興。她會看見的。那一刻，山風從青茻山吹下來，我忽然覺得這座山不再像一條死蛇，它活了。後悔過嗎？後悔什麼？當年拿最後6000塊賭這座死人礦。沒有。如果那天我沒來這裡，我可能還在蘇家院子裡撿尊嚴。現在我知道了，尊嚴不是撿回來的，是掙回來的。這是我從青茻山敲下的第一塊料，它不大，卻是我命運裂開的第一道縫。新廠那邊明天還要剪彩，走吧。我最後看了一眼溪口老坑，風從洞口吹過，像青茻在山腹裡低低喘息。當年所有人都說我這輩子只能在礦洞裡刨爛石頭，可他們不知道的是，
有些人刨的不是石头，而是自己的命。